你有听过翻盖手机清脆的咔嗒声吗？那是当时最解压也最有代表性的声音，它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物理交互。日本平成时代比世界更早的把未来给做了出来，但做得太早、太满、太孤独是会嘎掉的。这里是 Symbios， 我是恶童。接下来从孤立的手机到超前的动画，从消失的游戏到受伤的歌姬，这期我带着大家来一场日本平成的赛博跑图。都说大正浪漫，我来补完最后两句：昭和癫狂和平成物哀。2000年经济下行前后，日本出现了各种奇特的电子产品，特别是手机出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状态，很先进但很孤独，它只能在日本生存。你问有多先进？99年 Docomo 推出了 iMode， 日本就开始用手机发邮件、看新闻、查地图。03年其他国家还在用诺基亚蓝屏玩贪吃蛇的时候，他们的翻盖手机就已经可以看电视、刷地铁、拍自拍、下载高画质游戏了。04年索尼的菲利卡芯片已经能够实现移动支付，比现在的 Apple Pay 早了10年。因为日本有世界上最极致挑剔的用户，所以夏普、索尼、松下为了满足这些过分需求，把当时所有的黑科技都塞了进去。集通讯、影像、金融、娱乐为一体的精密复合体，它很美，感觉无所不能，但本质是一场华丽的孤立主义。大家不知道的是，平成的手机在历史上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 Galapagos Kidai， 很绕口，因为这个名称是南美洲厄瓜多尔的一座孤立岛屿，远离大陆，岛上的物种与世隔绝，它们有自己独立的一套进化逻辑，岛上奇奇怪怪的生物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达尔文就是通过这些只在当地繁衍但和世界脱节的奇特物种身上悟出了进化论。日本手机就在类似高度封闭的环境里形成了进化，但这套进化和全世界都不兼容。如果你问一个平成时代的日本人，关于那个时代的底层记忆是什么？当时在街上、电车上、公司里，人们拉出天线，翻开手机，然后随着一声标志性的咔嗒，成了一种全民化的机械记忆。故事还要从平成的1991年说起，那时传呼机的末路余光，涩谷高中生用公用电话按着0840哦哈哟早上好，14106爱してる我爱你，3341塞比西我很寂寞，这些情感代码通过无线电发出去的初级交互，就是赛博平成的第一行代码逻辑。到了1995年前后，日本街头常见的是一种便宜轻量的小型通讯手机 PHS， 就是我们中文圈所俗称的小灵通。97年索尼当时推出了 CMD Z1， 机身精致小巧，侧面有一个标志性的飞轮按钮，充满了冰冷感的金属工业风。1999年 Docomo 推出了 iMode， 这是关键拐点，手机不是电话了，是最早的移动互联网。手机菜单里有68个网站，内容上包括新闻和天气，还可以收邮件、查店铺、下载内容，还建立了最早的移动支付系统。所以 NTT 把 iMode 定义成世界上第一个移动互联网服务平台。iMode のモバイルバンキング、銀行の営業時間や混雑時間を気にすることなく。这种高度集中的服务导致日本人早在智能手机之前就养成了在路上集体低头的社会习惯。还有那时候的手机为什么要设计成翻盖的？当时夏普、松下、索尼、NEC 这些公司在硬件上其实都达成了一种高度默契，因为它能保护内部屏幕，按键布局上也有物理空间，还能适应日语繁琐的输入法。合上盖子的时候，用清脆的咔嗒声来切断物理层面的通讯，具有高度的仪式感。还有伸缩天线用来增强信号。在这些高度统一的技术标准下，当时平成年轻人开始通过外部装修和内部编码来建立个性区分。高中生和辣妹们通过各种大量水钻、贴纸、比机身还重的玩偶，把标准化产品变成了极度自我的身份符号。还有辣妹文字，为了逃避家长和老师的监视，女孩们用汉字拆解、希腊字母、数学符号重新组合，变成了一堆完全认不出来的加密文字系统。这些定制铃声、待机画面、个性装饰、加密短信，还有自拍，代表了手机早就不是通讯设备了，是当时年轻人的赛博人格定制器。2000年11月，夏普 J Phone SH04 问世，这部手机是全球第一台内置摄像头的手机。它的出现让图像不用通过 PC 上传，直接用邮件发出去。这个技术的成熟，直接催生了早期的自拍文化。手机开始记录少男少女们的那些无法对外倾诉的情绪。这种现实和虚拟第一次重叠的背后，也是终端和用户意识第一次深度耦合。当这种信号流穿透现实和都市，手机变成了连接物理空间和虚拟幻境的唯一接口。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跑图的坐标移向平成时代的虚拟电子阴影。
寒い日は外に出るのは大変だけど。在1997年到2000年左右，日本动画界出现了2部偏实验性的作品，其中一部完全不顾观众的死活，但他们却精准捕捉到那个时代最深层的集体病症、身份失焦和连接病态。注意这个时间点，1997年是日本经济大衰退的元年，山一证券倒闭，平成的终身雇佣制神话破碎，现实世界的混乱让年轻人迫切在网络寻找自己的第二人格，然后虚拟身份开始反噬现实。整个社会在面对互联网初期的时候，产生了第一次身份失焦。首先是大师金敏执导的 Perfect Blue，1997年8月在蒙特利尔奇幻电影节亮相，98年2月在日本上映，根据竹内义和的小说改编。这个片子狠的地方是它的时间节点比现在的社交媒体早太多了，但已经拍出现在所有人都很熟悉的那种病症。在那个拨号上网的时代，女主角魏麻从偶像转型演员，她的现实生活被一个叫魏麻的布屋的个人主页同步拆解了。在精敏的镜头下，秋叶原不是单纯的宅男天堂，它是一座无数电子眼组成的监视塔。这部作品精准预言了娱乐产业和网络窥视的重合。如果说魏麻的布屋有预见性，那1998年的林英就更加前卫了，因为完全不关心观众死活。在记忆里，我当时看第一遍的时候完全没懂，但总觉得很厉害。08年这一部只有13集的动画在东京电视台开播，气质就像病毒一样开始蔓延。导演是中村龙太郎，编剧是小中千昭，这位同时也是迪迦奥特曼的编剧。他在这部作品里塞入了一个非常疯狂的社会哲学观点：线上世界不是现实的延伸，现实是线上世界的一个下级目录菜单。这部动画讨论了虚构的 IPv7 协议和舒曼共振，这里就不费劲解释了，因为过于烧脑，也怕我自己解释不清楚。同年11月，林英的 PS 游戏也发了出来，因为过于压抑的碎片化叙事和稀少的发售量，在中国市场的售价竟然飙到10万日元以上。千禧年左右，互联网还出现了一群崇拜林英的宗教，粉丝们在网络上删除了所有非林英的动漫内容，统一了所有作品的展示头像。林英这部作品在98年已经开始讨论人会不会活得像一个网络信号，慢慢把现实抛在后面。这件事放在今天社交媒体和 AI 时代听上去非常普通，但放在当年就非常的诡异。当时日本互联网人数才1700万，占总人口的 13%。 Docomo 的 iMode 要到1999年的2月才上线，也就是说林英诞生的时候，日本社会还没有进入全民移动互联网，但这部动画已经拍出了现实边界失灵，人格被网络复制，世界从物理空间走向虚拟空间的那种不安感。所以你会发现林英不是一部普通的赛博朋克动画，它更像平成后半段一个社会黑匣子，学校、家庭、城市、公司、电脑屏幕、电子噪音全有一种发着低烧的幻觉，这就是平成赛博的特征。魏麻在现实里迷失，林英在电波里成神。当时的日本虽然拥有领先世界10年的移动互联网，但迎来了一场极致的孤独。接下来我们继续跑图，来到另一场平成赛博巨变。这次的跑图坐标是1998年到2001年世嘉主机的绝唱和耗资巨大的镜花水月沙漠。1997年，日本家用游戏的软硬件合计年销额一度冲到了7500亿日元的高点，哪怕现实经济慢慢下坠，年轻人的虚拟消费还在继续往上冲，现实越停滞，虚拟世界越值钱，这就是平成的核心反差。世嘉在这一波浪潮里很像一个极度矛盾的角色，一边是天才的自负，一边是差生的焦虑。他在1994年11月推出了土型主机，官方称它是参与次世代主机大战，并能成为国内最大的家用机。这台机器狂堆硬件，3D、2D 多媒体街机移植全部想要。世嘉和当时手机一样，就是那个年代日本工业的缩影，技术很满，野心很大，带着一种我要把未来塞进客厅里的亢奋。但问题不是技术不够，是一切都做过头了。1998年，当时索尼 PS 在全球已经卖了超5000万台，死死统治着32位机市场。任天堂死守 N64 卡在阵地，苦苦等待救援。曾经的街机霸主在经历了主机溃败，连续2年巨额赤字以后，世嘉准备孤注一掷了。1998年11月发布号称平成最强主机 DC， 这是历史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内置联网主机，搭载了调制解调器，可以上网聊天玩 online game， 还配了液晶屏的小型记忆卡。今天看这配置觉得没啥，但放回1998年，这东西其实已经是一台半成型的未来机器了。当时售价29800日元，但为了支撑 DC， 传奇制作人铃木裕启动了宏大企划，这就是后来的沙漠横须贺。
根据当时记录，世嘉为了这部作品投入了7000万美元，也有说是4700万美元。无论多少，在那个年代，3A 游戏研发费用基本在几百万美元、几千万美元，是让整个行业都感到惊悚的数字。世嘉不是在做游戏，是在用底层代码对1986年的横须贺进行了一场极致的代码复原。沙漠对游戏行业发展有巨大的意义，而且直接影响了后来大量的作品，甚至被称为开放世界的鼻祖之一，因为它实现了一种近乎变态的琐碎真实。林梦玉当时提出了一个叫 Free 的底层逻辑，在这个横须贺的街道里塞进了300多个有完整人设和独立日程表的 NPC， 每个 NPC 都有自己的工作、家庭和行走路径，每个角色都按自己的作息生活，甚至为了还原真实感，开发团队调取了1986年横须贺的真实气象记录，让游戏天气和历史完美同步。沙漠里的八月亮走进房间，每个抽屉都可以拉开，每盏灯的开关都有物理碰撞。你还可以去路边自动贩卖机买罐可乐，去路口便利店抽一张世嘉的主题扭蛋。开发团队真的对物理反馈有着近乎宗教般的执着，所以为了收回高昂的开发成本，世嘉出台了一个短暂可笑策略。当时每位购买 DC 主机的玩家需要购买2份沙漠，这在商业逻辑上等同自杀。这时候索尼已经在对面大力宣传 PS2 Emotion Energy 芯片，面对铺天盖地的公式和 DVD 格式的降维打击，这种沉浸在微观细节里的华丽主义显得非常孤立和迟缓。DC 和沙漠的确前卫，但它没有能拯救世嘉，所以这个故事最后带着一种非常典型的平成年代悲剧感。2001年 DC 累计销量只有820万台，软件销量5100万套，成绩远低于董事会目标。最后世嘉正式宣布退出硬件市场， DC 停产。沙漠也随着 DC 成了平成叙事里最悲剧性的一块拼图。为什么我说沙漠是赛博平成的终极无爱？它其实标志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执念。既然现实世界因为经济下行变得冰冷，那就用数亿美元最顶级的工程师在代码里创造一个比现实还真实还温暖的幻境。你可以在一个高度仿真的城市里生活，等待、打工、调查、迷路，那种感觉在当时非常新，甚至有点新的过头了，新到那个时代都没准备好怎么去消化它。好，到这里赛博平成的底层逻辑终于完成了一次闭环，手机里的表情密码，林荫的意识网络，最后到沙漠对物理世界的数字复刻。平成时代投入了无限的情感去构建一个完美的虚无，但在梦醒时才发现，所有的科技都指向一个终点，孤立数字时代的集体幻灭。当这种模拟现实的偏执戛然而止，那种无处安放的痛觉和失焦情感就需要被直接喊出来或者唱出来。接下来我们离开横须贺，去到这次赛博跑图的终点，见见那些解构平成伤痛的歌姬们。这时候最适合出场的人不是滨崎步，不是宇多田光，不是幸田未来，是最符合本期主题的追名引擎。追名1978年出生在福冈，是滨崎步的老乡。98年19岁的追名林檎拿着扩音器，背着电吉他，发布了他的出道单曲《幸福论》。追名林檎自封新宿喜，他的视觉符号里全是扩音器、电线杆、满屏汉字古语。虽然特立独行，但99年他的首张专辑《无罪留置》狂卖140万张。他的音乐逻辑和翻盖手机惊人同步，极度精密，极度特化。歌词里那些古怪语法就像辣妹们的加密文字，在互联网初期筑起了一道审美高墙。追名林檎身上有最典型的是带着平成特有的那种撕裂感，复古和未来共存，优雅和病态共存，像一个既想控制自己又随时想把自己炸开的都市人格。这种病态迷人的特征在2000年又耦合了另一个文化基点 Nana。 这个时间点刚好踩了90年后半段的网络不安，过渡到2000年前半段的都市情绪爆发上。石泽爱的漫画 Nana 开始连载。2005年中岛美嘉在电影里把那个画着烟熏妆穿着柳丁服在廉价公寓里的朋克少女实体化了。那时候日本单身化和边缘社会化趋势明显，中岛美嘉那种濒临破碎的那种坚强感其实就是魏麻和林荫在现实世界里的镜像。到这里为止，平成前面那些漂浮在手机、网络、动画和代码里的孤独终于找到了一具最合适的身体，黑发、烟嗓、脆弱、锋利，像已经受伤但还在强撑的都市女孩。追名林檎给平成伤痛提供了语言和姿势，中岛美嘉把这种伤痛变成了每个人的声音容器。这一刻，赛博平成完成了他最后一次变形。他不再是科技领先10年，也不是虚拟人格那种冰冷，他最后沉淀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平沉、非常伤的东西。明知道现实不太会变好，但还是想把自己活成一首歌、一种风格。这就是平成无爱，一场宏大的、华丽的赛博式的科技无爱。平成比世界更早的接触到未来，也比世界更早的感受到冰冷。我是儿童，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